随着我的88天级签即将完成，9月将是我在 Berwyn 的最后一个月。那虽然说是最后，我在这个月不管是社交上还是自我提升的心态上，都还是有不少意外的收获。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思考离开这个小镇之后的规划，整体的计划慢慢在脑中逐渐成型。我也开始实际的做出准备，迎接下一个篇章。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回顾2025年的9月吧。9月1日刚好是我搬到新家的第一天，换了新的环境，也代表一个跟新的室友们拉近关系的机会。新的室友分别是上集介绍过的同工厂一起工作的意大利人 Leo、德国人 Yan， 还有来自乌拉圭的 Solana， 还有来自智利的 Pilar， 另外还有一个在其他不同农场工作的法国人室友 Clement。 接下来这个月我将会有很多与他们互动的机会。这个月开始，我开始不搭别人的便车，而是自己一个人开车上班。在这种乡下小镇，有车跟没有车的体验真的会差非常非常多。有车的话，你就可以自由的去探索任何的地方，你整个行动范围都会打开。那我也发现，透过开车的这件事情，间接的开启了我跟很多人的互动机会。比如说这个月我将会有一些机会去载一些日本人、韩国人还有波兰人的同事上班，或是载他们去一些其他想去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自然的拉近彼此关系的机会。那能够开始成为帮助别人、提供给别人价值的角色，对我来说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这周我工作的地方的一个澳洲女生邀请工厂的大家到她的18岁生日派对。那对于想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的我来说，能够参加到当地人的 party 自然是很令人振奋的一个机会。我知道之后，我就开始想象这个 party 到底会是怎样的，会是有很多他的同年龄的同学朋友一起来参加，然后充满很多澳洲青少年的这种派对吗？后来实际到这个派对之后，才发现跟我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派对地点是在镇上的一个 pub， 参加的人大多都是以当事人的家人为主，那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上认识的同事。当事人跟他的一些家人会在他的这个前面的台上发表感言，那台下的人就是在旁边吃东西聊天。18岁是澳洲可以开始合法饮酒的年龄，也象征了成年。似乎18岁对澳洲人来说是有蛮重大的意义。那当事人的妹妹在台上发表感言的时候，甚至说到落泪，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蛮紧密的。要我说的话，与其称之为派对，它的气氛上其实跟结婚典礼那种氛围比较类似。毕竟在场的人大多都是以家人为主，而不是很多那种同年龄的朋友一起狂欢的那种派对。后来我随口跟坐在我旁边的当事人的阿嬷聊天，我才知道这边的文化似乎会特别的去庆祝18岁跟21岁的生日。聊着聊着，他也跟我分享很多他自己的事情，像是他生了很多的儿子，但其实他最想要的是一个女儿。那我自己也跟他分享，我身为一个外国来的旅客，我很高兴可以被邀请来这个派对，还有我自己在澳洲生活的一些心得跟感想。这个礼拜的某一天，法国人室友他女友来到我们家，他就做了非常好吃的千层面给住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人吃。之前的西班牙室友也好，现在的室友也是，我觉得在澳洲打工生活的这种 share house 环境产生的交流互动真的非常棒。你可以吃到各种国家的料理，也可以间接的去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
过了几天之后，意大利人室友 Leo 也做了他的拿手好菜——道地的意大利披萨给大家吃。Okay, Leo made us this amazing pizza today. That's English, buddy. So we're having it together. Yay! I'm super stoked to have it. Looks very delicious. Fuck, this makes me under pressure, bro. You don't feel like I'm gonna I can say it so some people and like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make these pizzas? No, you just make the dough. Yeah. This in the morning, then you leave it in a bowl, cover for at least 6 hours. 6 hours. Yeah. And then after 6 hours is the double size is growing, and then you pick it and you make the pizza. Put the stuff on top in the oven, and then you wait. Oh, it took quite some time. They really put some effort into it. Yeah. He normally eats like a burger that takes 30 minutes. You're making a video with that. Yeah. 那大家一起享用美食的时候，也就聊到，那什么时候要轮到我来做料理给大家吃这件事情。身为一个不是很擅长料理的人，我一开始还稍微犹豫了一下。不过冷静想想，这是一个突破舒适圈的好机会，也可以借机提升一下我的料理技能，所以我就接下来这个挑战。答应之后，放假的时候我会做一些台湾的料理给他们吃。于是呢，我就从研究自己喜欢的料理出发，开始使用 AI 研究我到底该做哪些料理。那原本我考虑了蛮多的选项，但是因为在小镇上你能买到的东西蛮有限的，所以我就决定做以下这些料理的简易版。那我也提前先去把材料买起来，然后自己一个人练习几次。持续上个月社交经验得到的一些启发，我认为能够在社交过程中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很自信的分享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这个月我也持续的继续练说故事这个技能，不管是在家的时候，或是在开车上班的时候，或者在工作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的时间，我想到就会稍微练一下。那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挖掘出很多我原本没有什么留意，就被淡忘在脑袋深处的一些记忆碎片。但是经过梳理后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有趣，也很值得拿来说的故事，就很像在挖宝藏一样。那就我的观察，说故事这个技能通常是有的人就很厉害，但是没有的人就几乎完全不会的一个技能。尤其是台湾人里面有这个技能的比例又更低了。有些人，包含我自己也是，比较擅长这种客观资讯的讨论跟论述，对于说故事就不是那么的习惯。那也有另外的一些人，他们很喜欢分享故事，但是他们弱点可能就是讲话比较容易迷失焦点。那我们通常都很容易不断的去使用已经习惯的沟通模式，所以就会不断的正增强，然后你就会很缺乏反面的能力。所以当你可以掌握两边各自的优点，两边的能力都掌握，它就可以大幅的去增加你社交的时候的掌握度还有体验。那我认为说故事这件事，尤其是针对内向或是本来就比较擅长倾听的人来说，是最适合练习的能力之一。因为我们原本就擅长提问，也擅长引导对方去分享，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互补的能力。因为你讲客观资讯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很安全的主题，跟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关联是不大的，它也没有办法让别人去了解你。而说故事则是跟你个人非常相关，所以你要做得好的时候，它也很涉及你自身对自己的了解，还有内在的状态。除了自己练习，在生活中社交的时候，我也开始拿出来实际应用，然后熟悉并习惯在别人面前分享自己的经验，以及抓住在场很多人的注意力好几分钟的那种感觉。2025年9月这个时间点，我在澳洲的极限生活也只剩下1个月了。意思是说，只要我这个月做完，我就可以把签证延长到2年的时间。
那我也就可以辞职，然后取得完全的自由了。在这个时间点，我还没有想法我的下一步要去哪里，我只知道我最后大概会想落脚在一个大城市之中，或许是雪梨，或许是墨尔本。不过在我进到城市之前，我还是想再多探索看看澳洲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跟小镇。这个月初我才开始开车上班，那我一开始还得看着地图开车，不过才过1个多礼拜，这已经变成我日常的一部分了。我的脑中也已经形成自动驾驶回路，开车的时候已经不太需要思考怎么走，就可以到目的地。这个月我载了几次2个韩国男生回家，他们一开始就回礼给我一些饮料啊，还有零食之类的。后来呢，他们又邀我一起去吃一些韩式料理，也热心的介绍给我一些他们推荐的项目。据说这种礼尚往来，可能也算是韩国文化的一部分吧。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然后模仿。因为我过去就是这种不太会想到可以用这种巧思来回报对方的人。那我发现在很多跟不同国家的人互动的过程中，都可以从他们不同的文化上面去挖掘很多值得学习的部分。现在天气是炎热的盛夏，工时长的非常稳定，我的自营月刊进度也落后的越来越多了。本来我是希望每个月结束，在月初的时候就可以上片，例如7月份的月刊8月初就上片，8月份的月刊9月初就上片，但是最近呢，我都拖到下个月的月底才上片，所以我希望我辞掉这边的工作之后，可以慢慢的去把进度给追回来。星期二，我跟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室友 Yan、Leo 都放假，那他们就找了他们的朋友 Lucas 跟 Paul 来到家里聊天，我也就坐下来加入他们的对话，一起在庭院里面聊天。我发现他们聊天过程中有一个让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点，就是他们4个人之中，虽然有3个是德国人，1个人是意大利人，但是他们全部都是用英文在聊天的。这背后我读出了几个意涵。首先是德国人虽然身为多数，但是他们为了让在场的其他人能够听懂，包含这个意大利人还有我，他们之间都是使用英文来讲话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行为。那同时呢，这也代表说他们都能够流利的使用英文，所以就算他们不使用母语去讲话，聊天的主题也不会因此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他们这样子的做法让我非常的欣赏，因为我之前每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有2个人是相同国家的，他们之间一定是使用母语讲话的，每一次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子会使用英文来对话的情况，所以这个也让我非常的钦佩。我希望未来也可以认识其他的朋友也是会这样做的，并且我自己也可以这样子去接纳国外的朋友。大约2个月前，我主管就跟我说，贴纸的工作已经不会再有。那当时我也以为我要跟 Sticker Master 这个称号永别了，没想到2个月匆匆过去，在我在这边工作的最后1个月，主管跟我说 ，Sticker Master, your stickers are back。没错，贴纸的工作居然回归了。而这次跟过去不一样的是，之前我都是一个人自己在那边贴嘛。那这次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人也一起，我们就成为一个贴纸的小队。那虽然自己做这个工作也是蛮爽的，但是这次大家一起欢乐的贴纸，更给这个工作增添了不少乐趣。大家一起坐着贴纸聊天，然后也可以放音乐、听听 podcast， 领着跟其他岗位一样的时薪。我觉得实在是没有比这个还要更爽的工作。那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偶尔也会只有我跟另外1个人2个人的时候，这就很像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触发一个事件一样，你就会得到2个人单独深入交谈的机会。那也可以借机聊比较私人一点、比较深入一点的主题。我发现比起很多人这种很大一群人的情况，我自己最喜欢的是2个人或是3个人之间的对话，因为这时候通常可以聊着比较深入、比较自在，节奏也比较慢一点。
然后也不会担心因为在场的人太多，所以你不该挖掘太多私人的话题的这个困扰。跟我的新室友德国人 Yang 还有意大利人 Leo 聊过之后，我发现欧洲人的背包客之间露营或是这种非常简朴、非常原始的探索澳洲的方式都是非常主流的。听他们说，他们两个在搬进目前这个房子之前，已经是半年以上是没有一个家，然后就是住在帐篷一边旅行这样的状态。我过去听到打工度假这4个字的时候，完全不会联想到这种长期露营的生活，这样的画面并不会出现在我的脑袋中。但真相是，露营在澳洲其实是很多人日常的一部分，也是很多背包客来到澳洲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也代表不同的社群跟不同的国家的人之间，对于打工度假这个概念，其实是有很大的认知上的差别的。他们两个跟我分享很多非常荒唐、有趣的冒险故事，这也刷新了我的认知，让我自己也很想尝试看看这种冒险方式。这也让我对于离开Bowen之后的一些规划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透过住在帐篷这样的露营生活，不但可以让你的住宿的花费降低，减缓我存款消耗的速度，也能让生活变得非常简单，让我可以挪出一整段时间集中在内容创作还有软体的开发上面。看来我的澳洲生活的下一个篇章大概就是露营流浪的生活了。就这样，我下一步的计划也逐渐的鲜明起来。那一转眼之间，也就到了我在 Bowen 农场工作的最后一个礼拜了。这也代表我马上就得搬出这个房子，进入一个没有家的状态了。所以我也必须开始准备长期的露营生活所必须要有的装备，还有一些用品。OK， 各位，今天放假，今天是9月23，星期2放假，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去健身房。然后今天我想要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我要买帐篷，还有那个卡式炉，准备之后的露营生活要使用的。然后顺便买一些菜。OK， 所以我刚吃完早餐，所以现在就要准备出门了。OK，let's go。OK， 我刚健身完，然后现在来到 Kmart。那我就想说，直接先把帐篷跟那个卡式炉买好，然后等一下再去买个菜。OK，let's go。这个卡式炉25块，那我应该就直接买这个。这个是我看到最便宜的。然后这边有卖这个帐篷，这也是我上次来就有看到的，52块吗？也是蛮便宜的。OK， 买完了，有这个帐篷了。然后一个卡式炉，还有3瓶瓦斯罐，所有露营需要的东西都已经有了，所以接下来就没什么特别需要买的，我觉得。那接下来就去买个菜，剩下也不能买太多，这次就是买剩下这个时间吃得完的量，因为我也只会在这边再住1个多礼拜吧，可能2个礼拜，所以说尽量不要囤太多东西。Let's go。今天买了81块，总共买了这个瓦斯，还有这个卡式炉25块，还有这个帐篷是52块，其实蛮便宜的。这样子最必要的东西就都准备好了。然后我有透过网购买一些那种露营用的比较方便携带的那个厨具，所以这样其实需要的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上个月我重新订阅了 Netflix 之后，我也重新开始看《航海王》，这个曾经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动漫，不过后来我没有继续追，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它演到哪里。这次呢，我就从 CP9 的地方开始重看，希望可以慢慢的跟上目前的进度。那因为我现在最想提升的目标语言是英文，所以我这次就使用英文来看。
那过去我并没有使用日文以外的语言去看动画，毕竟我当时都很喜欢原汁原味，对于原文配音有一种莫名的执着。但是如果你放下这种主观的因素，不管你看哪国语言的配音，动漫或是卡通，其实都是一种非常适合拿来做沉浸的来源。因为跟 YouTube 这种独白的影片相比，你会学到更多生活化、更多口语的用法，还有人物之间是怎么互动、怎么去对话的。除此之外，在生活中做这种小尝试，尤其是这种很主流、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往往也可以成为一种聊天的话题。比如说，最近工厂有一个新的日本女生，她很喜欢看漫画。那我就跟她聊天的时候，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分享。我就说我最近刚开始看这个《航海王》，然后使用英文来看，这就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初始聊天的话题。想要试着在生活中提供给别人价值的我，因为最近我买了帐篷嘛，我就约时常搭我便车这2个韩国男生去露营。我发现你要能够在生活中提供给别人价值，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上你不能所有的地方都很小气。我说的并不是要乱花钱，用一些例子来说，在澳洲你就算不买车也是活得下去的嘛，你也可以搭别人的便车。但是当你有一台车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增加你生活的体验，你也可以载别人去帮助别人。那再比如说，我自己平常虽然不吃零食，平常我也不太买零食，但我发现平常会自己买零食吃的人，常常他们中午吃饭就可以分享自己的食物给其他人吃，那这个也是一种提供价值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之前虽然想尝试钓鱼，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钓太多次，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自己去买钓竿，必须跟别人借才能去钓鱼。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主动的邀别人去钓鱼嘛，只能跟别人借。而最近呢，我因为买了这个帐篷以及各种露营要用的用品，我就变成可以主动的邀别人一起去露营，提供给别人这个价值跟机会。所以我就发现，可以提供价值的机会，往往它都是突然就出现的。当你平常认真的过生活，把自己放在一个准备好，然后可以提供给别人价值的状态，那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捕捉到。再来到澳洲接近4个月后，我在社交上累积了很多重复的从认识，然后到逐渐熟悉，最后又分别的这个过程。我的心态方面也出现转变，从一开始的充满好奇，到现在的比较泰然自若的状态。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新手玩家，你自然会对所有的人都充满好奇嘛，因为他们到底来了多久啊？他们做过了什么工作？未来有什么计划？你会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然而，在这样认识人的过程重复了几次之后，它就会进入一种 SOP 的感觉。你感觉已经把这个模式给摸透了，再加上随着时间推进，那你变成一个经验者，就是一个中手或是老手，你对打工度假的模式也有一定的掌握跟认知。一开始那种新鲜感也就开始减弱不少，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话题就没有意义了，它也不代表你已经不能再重复去聊这些东西了，而是你的心态上会变得更加稳定，更加的自若。我现在还是会提醒自己，保持当初的好奇心，然后多跟每个人去做互动，并了解他们的故事，并且主动的不断创造新的互动机会。当你的心态更稳定的时候，就会开始了解，你其实不需要去迎合每一个人，你也不是光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去延续每一个互动关系。所以只要把自己能做的做完，然后做一个正向、social、主动的人，剩下的其实就是看缘分，以及对方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来认识我。适合的人自然就会留下。那当我来到澳洲，累积了更多的社交经验之后，对于过去看过的一些书，也都会有一些全然不同的感受。当你使用现实去检验过去所学的知识，你就会开始发现你认为最有用的部分，或是书中写的一些太过浮夸的部分，或是你认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部分。所以很多书我也打算再重复回去看几次，应该都会有一些新的体悟跟认知。那有了新的经验之后再回去看，应该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那最后我做一下这个月的总结。这个月虽然我在 Berwyn 这个小镇的生活即将要进入尾声，但是社交方面我还是得到非常多新的收获。这个月我开始自己开车上班，透过这个机会，我也开始提供给身边的人一些价值还有帮助。透过这个机会呢，也间接产生很多人际关系的连接。那同时，因为我搬到了一个新的房子，间接也产生许多新的社交互动还有连接的机会。我也开始提升我自己的料理技能，准备之后煮一些台湾的料理给同房子的室友吃。没想到我在离开前的最后1个月，还是持续的有一些新的收获，也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下个月我即将要离开 Berwyn， 因此我也开始做一些离开的准备。我即将跟有固定居所的状态说再见，生活也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那下个月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期待。以上就是本集自营月刊的内容，那我们就下个月的自营月刊再见了，拜拜。